新加坡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种一年到头下雨下到发霉的国家，竟然会是全球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这不是我在贩卖焦虑，这是联合国白纸黑字的数据。而且就在今年，2026年，一个足以改变新加坡国运的地底巨兽要正式合拢了，政府砸下了整整100亿新元。100亿是什么概念？摊到我们每个住在祖屋公寓里的人头上，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为这道地底盾牌贡献了快2000块钱。很多人最近都在抱怨，阿明水费又涨了，生活费压力这么大，政府是不是在割韭菜？今天阿明要带你钻进新加坡地底50米，去看看那个你平时看不见摸不着的精密系统。看完这一集，你可能会感叹，幸好涨了这几毛钱，幸好修了这套系统，否则2061年以后，我们可能连拧开水龙头的资格都要看别人的脸色。我们先来拆解一个最基础的误区，很多人觉得新加坡缺水是因为地小存不住雨水，但这只是表面。新加坡年均降雨量2400毫米，是伦敦的3倍。我们不缺雨，我们缺的是不求人的底气。现在是2026年，距离2061年，也就是那个让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睡不着觉的马新水约到期日只剩下35年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兴土木？因为新加坡正在进行一场史诗级的系统对赌。我们不只要把雨水存起来，我们要实现一个近乎变态的目标，让每一滴水在新加坡的闭环里至少死而复生2次。所谓的摆脱缺水危机，本质上不是去寻找更多的水源，而是建立一套不依赖天气、不依赖邻居，甚至不依赖能源进口的极致闭环。说到这，我们就必须翻开那本沉重的历史书——马新水约1962 Water Agreement。很多新移民或者年轻人可能只听过这个词，但不知道背后的博弈有多凶险。根据1962年的合约，新加坡每天可以从柔佛河抽取2.5亿加仑的原水，价格是多少？每1000加仑3分钱。你没听错，比白开水还便宜，但这便宜是有代价的。作为交换，新加坡每天要卖回500万加仑的处理过的净水给柔佛，价格是每1000加仑50分钱。这里面有个巨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对岸的声音会说，你看新加坡占了我们便宜，3分钱就买走了我们的水。但阿明要告诉你真相，新加坡卖回给柔佛的净水完全是亏本买卖，那50分钱连电费和净水药剂的皮毛都不够，更别提维护那些横跨柔佛海峡的巨大水管了。这3分钱其实是新加坡头上的紧箍咒，每当双边关系紧张，这3分钱就会被拿出来当成筹码。为什么李光耀国父当年在世时反复强调水资源是国家命脉？因为水权就是主权。到了2026年，我们的底气变了。以前如果对方说要断水，我们要举国动员。现在随着2026年一系列基建落地，我们的态度是，水约我们可以继续谈，但如果你想拿这个来卡我们的脖子，对不起，新加坡的水工厂已经全面开工了。这种从求着买到选着买的转变，就是这60年来新加坡基建砸钱砸出来的尊严。好，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回2026年的主角42，也就是深层隧道污水系统第2阶段。你平时走在义顺大巴窑或者金文泰的马路上，你可能根本没意识到，你脚下20到50米的地方正横卧着一条地底巨龙。这是一条长达100公里、深达10几层楼高的超级污水隧道。为什么阿明说它是暴力美学？以前新加坡全岛到处都是泵站，你家里的脏水、冲厕所的水要靠成百上千个电动泵站一级一级往外抽，耗电惊人，还占地方。现在的逻辑变了，利用重力。2026年完工的这条隧道是有坡度的，全岛的脏水不需要电泵，自己就会顺着斜坡一路滑向南部的 Tuas。 这带来了2个直接的好处，大家一定要听懂。第一就是省的，隧道修好后，地面上几百个旧泵站可以全部拆掉。在新加坡地就是钱，这些腾出来的地以后就是你的祖屋、你的公园。第二是省电，没了泵站，每年省下的电费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这哪是在修下水道，这简直是在地底下修了一套自动化财富回收系统。隧道把脏水引到 Tuas 之后呢，这里就是2026年的另一个世界奇迹 Tuas Nexus。 这是全球第一个把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化厂强行凑在一起的巨型工厂。
阿明查了数据，这套系统的逻辑简直是天才。污水厂处理水的时候会产生沼气，这些沼气直接送到隔壁的垃圾焚化厂当燃料，垃圾焚化厂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反过来又给污水厂用来脱水和烘干污泥。这就是阿明一直在说的闭环。2026年 Truth Nexus 将实现100%能源自给，它不需要买电，自己烧垃圾处理污水就能产生动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便未来全球石油天然气暴涨，新加坡人拧开水龙头冲马桶的这套系统，它的运行成本是锁死的。这种抵御全球通胀的能力，就是新加坡基建给我们的底层安全感。聊完了这些宏大的基建，我们聊点俗的。钱。我知道2026年你的水费账单变重了， Potable Water 的价格涨到了每立方米3.24新元。阿明帮你算了一笔账，为什么要涨这5毛钱？因为维持这套地底巨龙运转的化学药剂涨了33%，维护成本涨了35%。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把昂贵的海水淡化比例拉高。大家记住这个数据，海水淡化的耗电量是新生水 Nuida 的5到10倍。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修淡化厂？因为那是我们的终极保险，天不下雨 Nuida 不够。只要海还在新加坡，就有水，这就是新加坡的分配哲学。对于普通家庭，政府发放 USAVE 补贴，虽然水价涨了，但如果你节约用，补贴能覆盖掉大部分涨幅。对于工业巨头，像谷歌、台积电、美光这种耗水大户，他们看重的是100%的确定性。在新加坡，从来不会因为干旱而让工厂停产，这种确定性保住了这些巨头在新加坡的投资，也就保住了你在 CBD 或者科技园的那份薪水。视频说到最后，我想带大家展望一下。很多人问我，阿宁2061年水约到期了，我们会渴死吗？看完今天的内容，你的答案应该很清晰了。到2060年，我们的新生水和淡化水将覆盖全岛85%的需求。剩下的15%靠我们自己的蓄水池就足够了。2061年不是新加坡的末日，而是新加坡正式宣告水主权独立的成人礼。我们在2026年忍受的修路噪音，付出的那几块钱额外水费，其实都在为那个伟大的时刻买单。新加坡强在哪里？强在它从不看眼前的排名，它在为30年后的危机做当下的基建。这种以终为始的逻辑，让这个没有一滴自然水源的小岛变成了全球公认的水处理之都。当全世界其他大城市还在为水源分配闹上法庭，甚至引发冲突时，我们正在地底下悄悄地修好了未来半个世纪的从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拆解让你对新加坡有了新的认识，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